OK，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袁丽。本周一，2026年6月29日，纽约联邦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郭文贵30年监禁。那天呢，我和《纽约时报》调查记者傅才德 Mike Forsyth 还有其他几位记者在联邦法院从上午一直待到下午6点多，旁听法官对郭文贵的判决。傅才德从90年代起报道中国，在北京和香港住过10几年。2012年，他是第一位报道习近平家族秘密财富的记者。他也曾发表关于万达集团背后的秘密股东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的起伏，以及中共各大家族与富豪之间关系的报道。从2017年起，他开始跟踪报道郭文贵。那一年呢，他到郭文贵中央公园旁的豪宅内采访他，跟踪了郭文贵对中国高层的爆料。2023年，郭文贵被捕后，傅才德也报道了庭审和宣判。今天我们请傅才德来讲述他这些年报道郭文贵的经历，郭文贵爆料里的虚虚实实，以及他从这些报道里看到的中国政商关系。麦克你好。你好。周一呢，我们一起在曼哈顿的联邦法院旁听了对郭文贵的判决，他因诈骗罪被判处30年徒刑。当时呢，我就看到，我坐在旁边，我偷看了你的笔记本一眼，就看到你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郭文贵 looked a diminished man。a diminished man 就是中文并不好翻，我们可能可以说是郭文贵看起来风光不再，今非昔比，甚至落魄。你能说一下你当时为什么写了这么一句话吗？对，所以你刚才说的，我是2017年采访郭文贵，我跟他采访他3次，一共是20个小时。嗯，所以我在这个时候2017年，郭文贵是很瘦，比较壮啊，他穿的衣服是非常好，是意大利的西服啊。Brioni 是吧？对，Brioni，对，还有他充满信心的一个人。他的这个头发都是黑了。嗯，但是我们一起在这个法庭这个星期一看到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在这个时候发福了一点。还有他当然穿的不是意大利的这个西服，就是一个这个监狱的这些就是普通的这些囚服是吧？囚服啊，对呀。还有我觉得他的头发很奇怪，就是前面是灰的，后面是黑的，所以就是有两个颜色的这个头发。还有就是他站的时候，就是他没有这样的这个信心呢。所以我觉得，也这个英语这个 administration 的人，就是形容这些所有的这样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曾经形象非常高大的、非常成功的，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的那样子的。对。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他最近3年就是在监狱里面。对，但是2024年7月份陪审团给他定罪那一天，因为那天你是一直都去的，我就是那天去了一下。对呀。那一天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那一天穿的不是囚服是吧？他那天穿的是他那个可能比较贵的西装，然后他的发型，我后来还跟朋友说，我说，哎，他的发型也非常的好，我都觉得这监狱里就是理这样的发型吗？然后他那会儿还是看着就是好像他一直在锻炼，也还是很 fit，然后脸上，我可能应该让你说，就是他脸上还有那种成功人士那种光，如果你们大家去看郭文贵以前的照片的时候，他是发着那种光，是吧？然后我还看着他进来，还跟你打了个招呼，是不是？对对，这是有一点可怕。对，他认识我，他还认识我。所以我采访他就是2017年，我采访他3次，但是对到这个2024年，就是他还认识我。而且对，我觉得他没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对他那天来的这种感觉，我插一句啊，因为我也是我没有采访过他，我只是在他那个陪审团给他定罪那天，还有就是这周一的这个法官给他宣判那天，我见过他2次。24年的时候，他真的很有信心，他进来，真的我还跟别人说，就是他进来就是冲各种人的打招呼、点对呀、头这样子的，就整个感觉和他在监狱外面，就以前我看他那些视频。没对，什么太大区别。是一样的狗文龟，充满信心的狗文龟。但是他这个时候，这是2年以前，他已经在监狱一年多了，这是应该是15、16个月。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呢？我猜去这个原因是因为他还有希望，因为没有这个就是结果这个所以他知道有可能他不罪，他不犯罪，所以他还有这个信心。但是星期一，我觉得有可能他没有这样的希望，因为他知道他应该就是在监狱好几年了。不只是几年，我念一下，对，好多年，好多年。对，你在周一郭文贵被宣判以后，你的那个在纽时的报道里面写到，这是你写的，就说周一的听证会有所延迟，因为郭文贵在当天清晨因摔倒被送往医院，他声称自己一直在呕吐和流血，他的大部分发言是在斥责称他装病的检察官，而这可能是他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最后一次发表公开讲话的机会。就挺有意思的，就说你在这个去他这个最后判刑的这个那天周一之前，你有想过就是说郭文贵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作为一个所谓运动的领袖，你想过他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说什么，说些什么吗？所以我觉得很奇怪，所以这个法院这个法官他快要就是这个选取这个发布这个判刑是不是？刑期的时候，刑期对这个刑期，他快要这个发表这个刑期，给郭文贵一个机会说话，有可能就是郭文贵最后在他的生活中的最后的一次发言，就是对这个公共对他的这个追随者说什么？一共还有那么多记者在场，这么多记者，这是历史，这是对他的历史，对他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机会，所以你可以猜出他应该用这个机会来，就是表示我还是这个反共这个斗士啊，就是我还要就是推翻这个共产党啊，还有我还支持就是我的这个追随者，我希望你们追随者继续我们的革命啊，这样的说话。所以，但是他用的机会是什么？就是要抱怨，就是这个他觉得他虐待啊，就是他在这个时候摔跤了，去医院啊什么的，他对这个这个 prosecutors 这个检察官非常生气，因为这个检察官这个人说他是一个他是只是假的摔跤啊，就是都是这是为了避免这些这个判刑，是不是？这个星期啊，这个活动所以他非常生气，所以当然就是我觉得他浪费这个机会。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这样说？我觉得这是因为他的生活以前，我觉得他的生活是全世界都是他的这个 playground， 是不是？他有一个飞机啊，他可以去欧洲或者美国，就是很多地方，他有一个船，这个yacht，是不是？但是最近3年呢，他就是在这个监狱里面，他的环境很小。还有，我觉得这个小的环境影响到他的看法，他的思维，所以他觉得这些我们都觉得是小的事情，就是摔跤啊，就是他这些保安对你就是有什么态度啊，这是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最近3年，就是我觉得
他的生活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呀。对，他其实就是在最后要离开法庭，就已经宣判完了，是吧？就所有的一天都结束了。6点多的时候，他要离开法庭的时候，他才说了一句：“他说兄弟姐妹们辛苦了，才刚刚开始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他那天在法庭上说的最宏大的一句话了。对对，没错，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说话就是这个5分钟说话，最后一次他有可能他记得啊，我应该说就是我还只是对这个共产党反对啊，所以他很快的这样说，所以我觉得对，这是最后一次他离开这个法院的时候，他这样说。我在他所说的，我用的在我的报道里面最后一句话。所以他还有这样的精神，但是在他宣判以后和最后他离开那个法官中间还出去了好长时间，是吧？对他在那个法庭里面还和他的支持者打招呼了什么，他也有机会可能去反思吧，我也不知道，只是我是猜测了。对啊就是他刚才在那抱怨的，他实际上就是最后的这种陈词的这种。不是说的，我不知道，也许他觉得自己说的不够好，或者怎么样，或者是都是很奇怪。对，就是没有你想的那种的，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然后说一下他自己的抱负啊，他自己的对他的那些追随者的一些鼓励的话，或者是一些 guidance 是吧？一些指导。对呀，对。对，你可能接下来你能不能跟我们那个收看直播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郭文贵是因为什么被捕的？他最后定罪的罪名是什么？还有就是，以郭文贵的这个犯罪事实来看，他这样子的那个量刑是轻了呢，还是重了呢？法官是怎么说的？对，这是比较难回答的，但是所以这个法官给他30年的这个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人，就是有可能他们的怎么说这个判刑这个刑期啊，是稍微小一点，有可能是25年或者20年呢，但是这个法官给他30年的判刑，但是这个法官就是比较清楚的说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诈骗犯，比如说 Bernie Madoff，他是非常有名的美国的这个诈骗犯，但是他这是一个金融方面的、财经方面的这个罪行，就是这个诈骗犯。但是郭文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有这些追随者，他们真的相信他说的，我要推翻这个共产党，而且他是非常有钱，他是一个中国这个在北京的这个传内人，是不是？所以他有这个能力，还有就是他的钱，他有这个钱，就是就是实现他们的梦，他们的梦有可能是推翻这个中共。所以他们都就是相信他说的，很多人我觉得是1万多人，就是的这个追随者，所以他一方面是一个运动的领导人，另一方面就是一个诈骗犯，所以这个他就是骗了就是这么多人，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这个运动。所以是跟这个 Bernie Madoff 还有这些普通的这个诈骗犯不一样，是更坏的，就是更严重的。所以这是因为这个法官就是给他更长期的这个判刑，我觉得刑期的呀。对，我那天听了一下，就是法官好像说的，就是类似他这样子的一种罪，好像是判刑的这个median的，就是说这种中位数好像是340周，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他是被判了340个月，他是360个月，就是比那个稍微多一点。对，是非常复杂的，这是它的原因，还有是非常长的，对，对，就是美国的系统呢。是，就是这也是你在这个你的报道里面写的，你写的是说这个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娜丽莎·托雷斯周一表示，
郭文贵这是引号掠夺了那些寻求为中国带来民主的人，给他们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和情感伤害。对，对对，是这个，所以也是，真的是你在我们再回来吧，就是你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第一次听到郭文贵是什么时候？当时是关于什么事儿？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这么一个新闻人物出来，好像有很多的料要爆。作为一个调查记者，尤其是主要写中国的这种的大家族这种政治家族和这个富豪关系的这个记者，我觉得你肯定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想法。因为我应该回答的比较长，这是一个好比较可以啊，我们喜欢听故事。对对对，所以我在《纽约时报》刚刚开始在《纽约时报》就是在香港，2013年初，所以2014年、2015年。郭文贵还是在北京，但是我在2015年、2016年，我听说有一个人叫郭文贵在美国，他是非常有势力的，他就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公安部非常密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郭文贵是谁呀。所以我个人还有我的家庭，我们从香港搬到纽约，在这个2016年，好像12月，这是我家庭，还有我是2017年2月从香港搬到纽约，我就是搬到我到这个纽约，跟这个郭文贵开始广播的时间是差不多一样，对，所以这是很巧，所以我在香港还有北京应该写到这个关于中国政府还有这些中国领导的这些新闻啊，我很吃惊。我到纽约，我觉得纽约的这个最重要的、最有意思的这个中国的政治新闻都是从曼哈顿来的，很奇怪。我觉得我非常有运气，因为我还可以就是写的关于这个中国政治方面的新闻。所以我听他就是在推特上的，就是他发了很多这些东西啊，还有在 YouTube 上，批评一些政府的官员，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写一些报道关于这个人，是因为我觉得他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方面是非常有影响、非常重要的一个 story， 是不是？所以我2017年4月初写的，这是我第一个，还有我觉得是西方媒体的这个有可能是第一个报道关于这个郭文贵。我发现，因为郭文贵就是常常在这个推特上，就是有一些很多照片说，我是在 Mar-a-Lago，Mar-a-Lago 就是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在这个佛罗里达的高尔夫俱乐部。对呀，对，所以我觉得我要就是确认一下，这个郭文贵他真的是一个 Mar-a-Lago 的各位会员吗？所以我就是跟我的这个在华盛顿的这个负责这个白宫的这些同事问一下，他们问一些这个白宫人员，我们发现确认他是在这个时候是一个这个 Mar-a-Lago 的会员，这个是挺有意思，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首脑会在 Mar-a-Lago 的首脑会，比如说刚刚有一个这个日本的首相。跟这是阿北，在这个时候是阿北跟 Trump 有一个首脑会，但是这些会员他们可以就是很随便的，就是进来，就是说一下，这是非常奇怪的这个首脑会，因为这些 Mar-a-Lago 的会员他有这个特殊，他也可以好像可以参加这些首脑会。这曾经在美国是很大的新闻，对。对，所以我回答的很长，因为说所以有可能。如果这个郭文贵是一个会员，如果习近平跟特朗普有一个在 Mar-a-Lago 的首脑会，有可能就是郭文贵也可以参加的。这个是非常尴尬，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郭文贵只是批评这些中国政府的官员，比如说王岐山，所以我们写一个报道就是。给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读者就是一个介绍一下郭文贵是谁，但是郭文贵肯定就是拒绝我们的采访
但是过2个星期，我继续就是听他说的，他说的就是除了这个王岐山，他也说了，就是关于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导人，就是何国强。贺国就是强，何国强是以前的刚刚下台的这个中纪委的这个领导，他是应该是在这个18大这个下台啊，是不是？还有王岐山只是在这个时候是这个中纪委的这个领导，所以只是批评这个何国强的儿子，何锦涛。这是他的名字，不是胡锦涛，是何锦涛。说哦，你是腐败了，你有就是所有的这些公司，就是有这样的财产都是这非法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但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证明有一些就是郭文贵所说的一些话，关于这个何锦涛这个何国强的儿子，证明这个何国强家族的这个财产是比较容易的事，因为都是公开的。这是表现，这是在胡锦涛的时候，这个政治局的常委的腐败是比较公开的，比较容易比较查证的。容易，对，是比较容易证明。还有就是中纪委的主任的财产挺大，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写的一个比较快的写的一个报道是，郭文贵这样说，还有你可以证明一些郭文贵的这些批评的这些地方是真的，所以写的这样的报道，过了几个星期，他接受我们的采访。哦，这样子。对，对，那我先插一句啊，就说对啊，跟大家说一下，Mike 可能是我认识的这个记者里面，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就外国人吧，就是最会看中国的工商注册，就是各方面的，就是这个股份，就是他们还没有掩盖起来之前啊，以前比较公开的时候，你是最会搞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就你是专家，就是去挖这些人的这种的股东结构这些东西，是不是？对，还有我应该就是告诉你们的听众的，就是我的写这个报道的目的不是这个拍这个郭文贵的马屁，就是因为我要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因为对。他说的是有道理，他说的就是关于这个何国强的这个家庭肯定有道理，我可以证明这样的，对，你所以在那个以前已经证明了习近平家族是吧？还对啊，有这个万达集团背后的这些的各种的股东，是吧？对。你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去做的是吗？对啊，对，所以我嗯，跟这个我的同事 Alexander Stevenson，我们这是第一次去他有一个这个丁森豪宅的一个地方，Penthouse 是吧？对对顶层豪，penthouse，宅，对丁森豪宅，就是在这个吴大道这个中央公园的旁边18层，这个在这个楼这个我们进入这个大楼的时候，他在楼下，他有一些保安，这些保安是这个英国的 MI5 以前的 MI5 的人，哦，真对啊，的是他的保镖是吗？是以前的那个英国情报局的那个人。对，就哦是就是，哦，所以这个是挺有意思，他有这样的人，还有我们去这个电梯到这个18层，全部的18层都是他的，所以这个应该他花了是这是应该是六千六千万，多万，对6000多万，就是买这个豪宅啊，所以这个我采访他全部或者大部分是所谓的这个 off the records，但是是特别有意思。他只是说到就是关于王岐山的腐败啊，还有就是我说的王岐山不是只是王岐山，但是王岐山的妻子是姚依林，姚依林非常有名的原来中对国的副总理姚依林，对。对呀，所以是他的妻子是姚依林的女儿，所以他说的腐败大部分是这个姚依林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腐败，但是他说是肯定跟这个王岐山有关系，特别是他的
这个王岐山的妻子的侄子的是对，邀请先生，但是他没有他的证据是我们可以再说一下，就是关于他的证据，但是所以这个晚上，这是4月初呀，这个应该是4月26号，2017年7年4月26号，应该是大概我们在他的房子就是3个或者4个小时非常长的时间。有有一次，呃，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就是打扰他，所以他去这个另一个房间，就是跟这个人从北京打过来的一个人跟他说话，但是不是秘密，因为他用这个 speakerphone，所以我们可以听这个他外放人。的，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听这个另一个人跟他说话，还有他有一个assistant，就是个王艳助理，平，对，他的助理是王艳平 Yvette Wang。那现在王艳平也是在监狱里面，被判了但是10年，对，被判十年，对，所以但是这个 Yvette 王艳平跟我们说你知道这是谁啊？我说我们不知道谁啊，他是丁水祥。真的吗？真的，他说他是丁薛祥，所以在这个时候，那现在丁薛祥是政治局常委的一个人，是不是？那在这个时候，就是2017年，他是中央办公厅的这个副主任，副主所以任副主任，对呀，对，所以他说，那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证明他真的是这个丁薛祥，但是这是 Vet Wang，在这个时候他说，这个丁薛祥是中国的Kellyanne Conway，所以对，这中国给中国的观众解释有点难，就是说是一个资深幕僚是吧？等于说，对呀，对，在这个时候，2017年，他是在白宫工作，对，对， so 这个晚上是非常是你们是晚上就是都北京那边早上了，所以有一个人给你们打电话来了，对，有给他打电话了是吧？差不多是晚上9点钟，所以在哦北京是上午9点钟。这个他说的关于郭文贵的家庭，他的妻子还有就是他的女儿还在大陆，这个郭文贵就是他们要离开中国去美国，所以这个你听到他在说这个内容对对是这个是吧？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挺奇怪，有这么重要的，就是在中南海的一个人，就是跟郭文贵说话，所以但是我不知道是真的他，我不知道这是真的是这个丁薛祥，我还不知道，Yeah。对呀，是需要丁学祥给他打电话吗？还是我一般领导都不亲自打电话的，都是秘书打电话的。Yeah，就是即便是他们那边办公室打来的，也对，不太，我不知道，但是据我知道的，就是有人接的电话都是秘书给打过来的，对，对，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就是采访郭文贵。对，那你后来你说一共采访了20个小时，一共20个小时，所以就是我们采访他3次。就是不同的月份，不是说连着的。对，2次是在他的这个在他的房子里面，在他的豪华，还有第3次是楼下有一个餐厅啊，一个非常好的餐厅，我们在这里这个采访他，所以一共是20个小时。对，我们也写的就是比较长的一个报道，就是也是写了关于一个人物特写是吧？等于说对他呀，对，我我是听另外一个记者那个他跟我描述的，他说就是说郭文贵见面是像欧洲人一样要贴2次脸，然后呢采访完了还送了很贵的葡萄酒，我不知道这是也发生到就是送到纽什，然后你们还得退了回去，有这么回事吗？
对，他没有给我这些葡萄，他葡萄当然，酒是吧？对，他没有送给我们这些嗯，礼物，或者我不记得，这是因为已经是9年以前，但是我们拒绝这样的这个对呀，礼物。对呀，就是对，我们但是怎么可能呢？我想承认我的罪行是我在他的房子里面，我们也是吃一点饭，还嗯，有喝一点葡萄酒。哎呀，这个葡萄酒是非常好喝。对呀，yeah, 你都 yeah。能尝得出来。对呀，对呀，所以我应该嗯，承认这样的，我有可能就是最好是不要喝他的这个葡萄酒，但是我也是喝一对对。点呀。对，那采访下来，你对郭文贵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印象？就对你来说，他当时算一个关于中共高层的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吗？对，我觉得采访过这个国文最，我的感情是我很害怕。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人。嗯，呃，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怎么说？一个自恋者，he's a 哦，narcissist，right？嗯但嗯是我觉得你不能只是相信他说的。嗯，对，我觉得他是非常，我的感觉在这个时候的感觉是他很危险的。但是我真的觉得他肯定就是一个北京的圈内人。呃，圈内人，圈里面的是吧？圈内人，圈内嗯，人，他肯定是一个圈内人，他肯定有些特殊的这个支持。他可以用这个支持渠道是吧？的一个，对，这是一个武器啊，是不是？嗯嗯，但是我是一个调查记者，我特别喜欢这个写关于这个领导人的财产。所以他说的只是关于这个王岐山的家庭。我觉得我也要就是确认他说的是真的或者不真的，不嗯，对呀。我对，只是花了6个多月，就是调查这个王岐山的家庭。嗯，结果是我们没有有意思的一些报道，所以我写一个报道，但是我们不发，因为我哦。觉得是没有什么意思，没有对，什么。我来补充一点这个背景的，中国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当年就是郭文贵最吸引眼球的一部分，就是他把王岐山、海对呀，航还有范对呀，冰冰这些名对呀，字放在同一个叙事里面，然后他对呀，声称就是王岐山的家族和海航有秘密的利益关系，也指控说王岐山和范冰冰有暧昧关系，这些说法都遭到了当事人的否认。海航还曾经在纽约起诉了郭文贵诽谤，是吧？对然后你实际上就他说的这里面的爆料有很多就是很难证实还是怎么样，就最对后为什么这个你花了6个月时间没有对呀。发？嗯所以这是写关于贺国强的家族非常容易的事。对，嗯这是非常容易。我们还没写，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看这个《纽约时报》没有什么大的兴趣，但是王岐山他肯定有兴趣，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是这个中纪委的这个主任，还有就是他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反腐败的这个活动，是不是？所以我真的要写，但是我没有什么大的这个证据啊。比较小的证据就是这个邀请，就是他的这个他的妻子的侄子，肯定有一些公司控制一些公司，有一个小部分的这个财产，有可能是很大的，有可能郭文贵是对了，但是我不能证明啊，我们没有这个证据啊，所以我们不能发。所以我真的对对花了6个月的这个时间，我的时间有可能我是一个自恋者，但是我觉得我就只有你有的时间，这个耐心，你非常有耐心，你这种我的时间有一点宝贵，就是我这个浪费6个月。但是结果是我不能证明这个郭文贵说的就是关于王岐山，还有这个海航这样的呀。对对，但是就说，海航的创始人陈峰去年被判处12年徒刑，就是王没错。岐山，虽然他现在没有被抓起来，但是他在中国金融界多年培植的部下以及他的嗯哼，秘书们一个个都被抓了。就是嗯哼，关于王岐山什么时候
会被抓起来，这个留言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那你今天回头来，你会怎么看郭文贵当年的爆料呢？这个我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个2017年开始的时候，但当然这个是对这一年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方面是非常重要，因为是中共的19大，对，是秋天的这个19大，所以很多人就是有一个期待，就是这个王岐山要上台，就是替代这个李克强变成下一个中国的这个总理啊。他很老，但是他觉得有可能，他已经过了年龄了，他其实对对，应该退过了休了。年龄，对对对，但是他觉得就是当然，习近平是最有权力的一个人，但是王岐山是第二个，因为他是就是负责这个反腐败的这个活动，是不是？但是结果是郭文贵就是批评，还有就是王岐山，还有说他是腐败，结果是这个王岐山不上台，实际上他离开这个政治局常委啊，他退休啊，所以这个是王岐山的原因吗？这个是郭文贵的原因吗？就是他的活动，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知道这个郭文贵的背景，只是有一些人，他只是跟一些在北京的人，就是 what is it coordinate 的写，yeah，anyway，我不知道我回答你的问题的，没有，就是 yeah， who knows， 不知道这种的是不不知是它有什么道，影响，是不是？但是最后的结果来看。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我们知道这个 timeline 是不是？这个 timeline 我们知道，对，所以我们知道时间线我们知道，就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对，就挺有意思的。还有就是当时就是郭文贵和国家安全部的这个当时原来的这个副部长马建关系非常密切。我不知道你对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报道？你能讲一讲你了解到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吗？对，那这方面我们知道这个，我问郭文贵，当然就是他对这个马建的关系，他确认他就是对马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有一些人，我采访过这个Asia Society 的这个人，这个非常有名的 journal， 是吧？对，稍微Orville Schell， 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了，你说。对，所以这个 Orville Schell 在北京的时候，认识这个郭文贵，有一次他跟他聊一聊，还有每一个30分钟，这个郭文贵就是跟这个马建，就是他们跟在电话就是说一下，就是每一个30分钟，所以就是好像表现就是他们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百万富翁，跟这个商业者只是跟郭文贵，还有你只是跟这个国安的这个副部长有这样的关系，这是很特殊的，我觉得，对呀，就是一个副部长，每隔30分钟和一个商人，对呀，打个电话，对呀，就是应该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觉得，对。就你觉得这个，你觉得是和别的，就是因为中国很多商人和这个高官的关系都不错，对呀，我不知道就是他们的这种关系是不是和别的比起来，对，是不同寻常，就是 unusual， 就是不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关系是跟这个国安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官员，是副部长，这个国安部的副部长，很多就是中国的这个商人，就是有可能他们跟另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个省长啊，或者这个省纪委这个党纪委的这样的人，但是这个国安的副部长吗？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特殊的。对。当然后来就是郭文贵从中国逃出来，也是因为马建，因为2015年1月的时候，就是马建
受到了双规，是吧？他被对呀，双规了，对，所以就对对郭文贵是2014年是从中国逃出来的，对对，对对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具体的一天他离嗯开中国，但是据我们了解，就是有一个人就是给他一个警告，哦，这个马建快要就是被双规啊，所以他知道，所以他知道，如果这只马建就是被抓了，就是对他很危险，所以他很快的就是离开中国，去英国、美国什么的呀。对，我再问一下，就是郭文贵的公司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在北京的中轴线上修建了著名的盘古大观，就是那个大楼，像一个火炬或者像什么对啊，的这样子的一个大楼。就2021年的时候，那个大楼被命令把这个顶上的火炬头改了。嗯哼。嗯，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大楼熟吗？对，我如果你们听众就是在北京或者你去过北京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北四环，这个大楼是很明显的。我刚刚回北京的时候，2009年的时候，我在一个有我打车，这个司机我们过了这个盘古，这个司机说：“嘿，你知道啊，在这个盘古这个里面。”这个 Bill Gates 他有好几层的这个大楼，这是一个传说了，这是一个 urban legend，对，是不是？但是对，这都市些这些传奇，传奇啊，这些普嗯通的北京人都觉得啊，这个大楼很特殊的。还有就是对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盘古啊，因为我是2012年的时候。我在彭博的时候，Bloomberg 的时候，我们调查这个习近平家庭这个家族的这个财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机会，就是跟一个代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姐姐还有妹妹的一个人，这是好像是一个发言人，这是代表这个习近平的家庭，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机会。我们就是他来跟你说，因为你在写这个，他来回应你们对的报回应道是吧？我就是在你们的报道发表之前回就是应的，他们给我们的信息不是很丰富，我觉得他的目的是停止我们发表这个报道，哦对，给我们一些警告啊什么的，但是他选的就是我们这见面的地方就是这个盘古啊，所以我跟哦，他见面只是2、3次，就是在这个盘古，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个盘古两有一个三次都是在盘古，对对对，2次就是在盘古，这是一个嗯全世界的第一个这个7星的这些宾馆，是不是这个嗯，啊、哦，所以一般是这个5星，它是7星，对对，是7星的，不是5星的哦，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7星的这个酒店你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但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大楼就是对我也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对我的生活，对我个人的生活，我个人的这个记者的这个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国文规这个地方就是挨着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场场，是不是？所以这是很重要、鸟巢，很潮、对，很宝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国文规应该就是拉关系。有可能用这个马建的这个关拿这系，块地应该不容易是吧？对对对，应该嗯是不容易呀。对，而那且就是很有意思哦，就是什么？他就是这个习近平家族要这个等于说他们的发言人是吧？呀，找你来谈这个事情是选在这个盘古，对呀，对，这北京是这么大的城市，有嗯，很多非常好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见面，但是他选的是韩国呀哦，有呀，意思，有意思，肯定有对对，意思呀。对，嗯，
那就是17年郭文贵开始这个所谓的爆料革命之后，中国政府希望引渡他回国，还派了这个国安部的官员来美国说服他。但是呢，中共好像拿他也没有太多的办法，还把他的妻儿最后放了出来。你当时写了一篇报道，题目就叫《郭文贵逼迫中共做出让步的流亡者》。同时呢，就像你说的，他也很喜欢炫耀他和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中共高级官员的关系，是吧？我就很好奇，你怎么看？就说这个阶段郭文贵和中共的关系？所以我们当然刚才说的就是他肯定我不知道是假的这个丁薛祥或者真的丁薛祥，肯定有交流啊。还有我们知道，还有可惜的是就是这个《华尔街时报》的这是写一个非常好的报道，关于这个有一个公安部的这个副部长孙立军。孙立军，对，孙立军，他肯定是跟这个孙立军也有交流啊。有一次他跟这个孙立军在电话有一个在电话只是说一句话，他把这个他说的就是录下来，他常常录下来，然后他把这个他们说的是广播在 YouTube，我们可以听这个孙立军跟这个郭文贵说话。我觉得是这个孙立军，是他，所以还有孙立军，他们 I guess 表面上他们要这个中国政府要，他们说这个郭文贵你应该停止就是批评，就是这个最高的这些中国的领导人啊，当然这个孙立军是不从共，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中国就是派到美国有很多这些关于一些中国的这个公安部的人，因为他们要就是跟郭文贵说一下，就是跟他说就是停止就是这样停止你的广播什么的，结果是不成功的，所以我不知道我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也是跟这个中共的就是很高的这些领导人官员有关系呀。对对，呀，就郭文贵也很喜欢，可以说吹嘘吧，他和一些外国政要的关系，就比如说和这个英国的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是吧？还有这个阿布扎比的这个王储，当然呢，就肯定不能不提，就是川普总统第一任时的重要幕僚Steve Bannon 班农，你能说一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这方面的报道，就是郭文贵和他们的关系到底都是什么样子呢？是真的还挺熟的吗？或者是怎么样的？好像是真的，所以我给你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这个丁香豪华，就是它的这个 penthouse，因为你住在美国，你也是住在一个 co-op apartment，对，我也是住在一个 co-op apartment，对，就是共有公寓，就是这个大楼的所有人共同拥有这个大楼。对，所以这个郭文贵的豪宅也是一个 co-op，对，所以他要申请啊，他应该有推荐信，对，是，我先给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在这种共有的，因为是大家共有的，所以呢，它有一个就是说，你不光说你能付得起钱，能买这个房子，还得它有一个委员会，他们要审批你，然后呢，你要去找好几个人去给你写推荐信，然后还要面试，最后推荐信和面试合格了，你才可以有资格来买这个房子，然后你再接下说，因为有点复杂。对，所以原理就是要申请，我给他写一个推荐信，但是郭文贵申请的时候，这是 Tony Blair 这个以前的英国的首相写给他一个推荐信，结果是他成功。当然有这样的推荐信，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还有我们知道这个 Tony Blair 的妻子，就是他写了本书，写一本书呀。在这个时候，这个郭文贵买了7000的这些
5000本还是多少本？好像我觉得是我是看你的报5000，道，我对，是看你的应该是报道写，5000左右，对，没对，错，Yeah，所以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在他的房子里面，第一次在房子，对，去采我们在访是吧？采访他的时候，他他就是他给我们也介绍，就是他的这个阿布达比或者的经验，他说他有一个阿布达比的一个护照啊，还有一哦个照片呢，就是跟阿拉伯的这个衣服啊，哦，就是对，他有一国王会，张照片，他也放过，好像我都记得。对对对对对他对对对穿的那个阿拉伯的那个白色的那种，yeah。黄头巾还是什么的那种的。对，还有我们有这个郭文贵跟这个阿布达比政府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这个财政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关系，哦，所以他肯定就是跟这些全世界的这个领导人有这样的关系，呀、对对对，就是郭文贵好像也很想和川普拉近关系，是吧？他很想，但是我觉得结果是不成功，所以他变成一个 Mar-a-Lago 的会员，是不是？就是这个特朗普只是刚刚这个上台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看还有判断这个郭文贵跟特朗普的这个关系，有可能它是非常不成功，因为中国政府他们他们就是当然对这个郭文贵很生气，所以他们他们想they want to deport they want to 他们想那个要引渡他回国，是吧？对对对对，嗯，所以他们雇佣一些美国商人，这些美国商人，对对，他们要这个 Trump 的这个政府要驱逐郭文贵。这个国哦，会是不是？所以有一些美国商人，就是他们在澳门有一个what is it 赌场。赌场，right？所以他们利用这些人，就是跟这个 Trump 还有就是在白宫的一些人，就是能不能就是驱逐这个郭文贵？结果是他们不成功。我觉得有一些人有可能 Matt Pottinger 这样的人说这个是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想法，所以结果这些郭文贵还是在美国，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他在特朗普的这个 Trump 的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好，但是 Trump 周围的一些人的关系是以前是比较密切，特别是这个巴农所以巴农就是他有一个合同跟这个郭文贵的公司，这是一个$100万的一个合同，给他公司一些资讯，特别是跟这些在媒体圈的这些有影响的媒体人给他郭文贵介绍还有就是给这个公司这个资讯，所以这是$100万的合同，还有他们就是一起合作，就是开始这些反共的一些组织做节还有就是目是吧？对对对，还有2020年的时候，就是因为班农在这个时候也是被抓了，在美国政府就是抓他，就是也是一个诈骗诈骗的这个事情，就是跟郭文贵有关。对，是在郭但是文贵的游艇上把班对，农给就是在抓了。郭文贵的游艇上，就是对抓了一对。个巴农，这是也是表示他跟这个郭文贵巴农跟郭文贵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呀。而且2020年6月，在一场直播活动中，是郭文贵和班农一起出现在这个游艇上，宣布成立旨在取代中国政权的中国新联邦。对对对，没错，他们是一对起的呀。对，还说要通过爆料革命扳倒共产党。我挺好奇的，就是当时你听到这个，你注意了吗？你当时听这个他们做这个事情，你是什么反应呢？
你作对对。为一个一直追踪报道郭文贵的记者，对对对，你说这是20242020 6月年4号的6月份，这个中国联邦的，我觉得这个 yes，嗯，我觉得是有一点可笑，还有一点可怜，因为他们呃这个组织。这个我怎么说呢？中国联邦，我的中国新联邦还是中国新叫就是联邦对这个组织啊，他只是说，哦，我们有一些重要的人，就是参加这个中国新联邦的，也是包括 Steve Bannon，他不是一个中国人，还有 Peter Navarro 也是一个 Trump，他也是不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个组织没有很有势力、很有名的一些中国人，能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背景，没有这样的中国人，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可怜。我觉得这是郭文贵的这个，我觉得这是典型的郭文贵的行为啊，呀呀。为什么是典型？什么是典型的郭文对，贵的因为新闻？就是因为，他就是一个自恋者，right？就是他这就是喜欢对对，就作是秀是吧？对对，我要推翻这个中国，还有我们要新的一个政府，这个中国新联盟的新联邦的这个政府，就是他宣布这个新的中国政府，这是一个自恋者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呀呀。对对对，那他这个联邦和郭文贵就是在美国成立的很多的这种商业啊，或者他说的这种非盈利机构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对，我不知道所以他你看没看？Yeah, I mean，他用了这个中国的新联邦这个活动，就是来吸引很多新的这个追随者，是不是？还有就是吸引他开始很多这些组织，还有就是一些资金，就是吸引很多这些追随者，就是给他很多钱。投所以资，对投资，对他说是投资，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审判里面，这个证据就是表示，不是真正的投资，这是一个罪判，罪骗诈骗。诈骗罪，对不起对对对，是，呀，对，就是因为法官那天也说了很多，是吧？然后还找了一个，还不是他问说有没有受害者要，上来说话，还有一个姓陈的一位女士，是吧？就周一的时候还去说了，就是自己，就是整个的人生、家庭什么都毁掉了，对，然后那个检察官也说了好多的，就是有的人一下投了，把房子都卖掉了，都投给对，这个就什么新联邦中国这种的事业，然后就听着还是就确实是有一些，我也许我们正好就还可以来看一看，就说就是郭文贵，但是郭文贵呢一直都强调说，这个他的这些案件没有受害者，然后呢，你也许你可以再简单的说一些这些受害者他们究竟遭受了什么样的损失和伤害，就是你因为一直都去听他那个庭审，你有没有是不是也有别的一些受害者？对，所以郭文贵说没有受害者，还有我周一就是在法庭里面有很多就是支持郭文贵的人，他们也说就是没有受到这个没有受到伤害，他们还是支没有，持郭文贵的。对对，他们都是支持郭文贵，但是实际上还有这些这是谁？这个监察官他说，有235个人，就是给这个法庭写一份信，就是表示他们的损害，
就是所以这些比如说有一些人说他们损失了就是100万美金左右或者多了，就是影响就是一些婚姻比如说如果是男人就是给这个钱，这个丈夫给这个钱，这个妻子非常非常生气，当然自然而然的很生气，所以这是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婚姻。有一些人说我们我不要只是继续生活，嗯，所以这是真可怜，所以这是235个人，当然这个追随者的对这些国文会追随者，也有一些这样的人，也是好像损了很多钱，但是他们还支持他，嗯，所以对这个证明，这些235个人就是写给法庭一封信，就是这个证明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他们有很多人就是损了这个很多钱，还有就是也有一个emotional harm，对，是不是？就是情感上的伤害，就是情感上，法官也这么，对，给他决定量刑的时候也考虑到了情感上的伤害，对，对，对，那还有就是这个辩方，就是郭文贵这边的这个律师，他们就非常强调，就说郭文贵长期受到中国政府迫害，就比如说他出生，就是那天在法庭上就是2次还是几次都说，就是他是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然后他的父母是被打倒了，然后1989年的时候，他因为支持这个北京学生运动，他被那个投入监狱2年，他的弟弟也被警察打死，然后呢，他到了美国以后，也被中国政府的这种的各种的就是你刚才说的想要引渡回去呀，就是各种迫害，还有他的财产被冻结，就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就是好像这是郭文贵律师的这个责任，他们那边的说法，对，对呀，这是他们的责任，但是所以郭文贵，所以他说是郭文贵是1968年出生的，但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郭文贵，他说是1970年出生了，还有一些身份证说他是1967年出生的，所以这是什么？是1967年，是1968年，或者是1970年？我们不知道，就是郭文贵，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年出生了，但是如果你是他说是68年出生了，当然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但是他是一个小娃娃，他们怎么影响到这个文化大革命啊？但是这些郭文贵的律师，当然他们就是跟这个法官就是说话，这个法官不是中国人，有可能他不是对这个文化大革命很熟悉，中国这个历史很熟悉，但是我觉得这是这个郭文贵律师的责任，但是结果是我觉得这个这个法官这个他们说的只是对这个法官没有很大的影响，真的，还有对，我觉得还有就是1989年那个事情也是有这个争议的，对不对？对，肯定是争议的，对，所以他们说的是郭文贵就是支持这个天安门的这个运动，但是这是非常争议的，对，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真的，所有的这个郭文贵的背景，我们也是不是一定的，连只是他出生的这一年，对，都无法确定是对，究竟是哪一无年，是吧？法确定对，但是就是辩方，就是他的辩护律师就说这个美国对他的起诉和这个就是判刑，就是从客观上是帮助了北京，就是但这个论点为什么最终就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动摇陪审团？还有就是好像我不知道，就法官你觉得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论点的这个影响了吗？
，Yeah，所以这个陪审团他们当然就是这个这个工会的这个律师，他这样说的，只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嗯，所以我觉得工会的律师当然自然而然也要用这样的说法，这是他们的责任，但是这个结果是这个没有没有什对他们么影响的。没有什么影响，对对对，就是好像这个陪审团没有太多考虑这样子的，没有在这方面就是说觉得这个和对他最终做的事情对这些受害人造成的伤害之间好像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啊。对，他们觉得这个陪审团他们决定他是一个诈骗犯，所以诈骗犯比一个支持中国的这个推翻这个中共的这个活动更重要的呀。他们不在乎，就是他说的，他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一个反共这样的反共斗智斗反士是吧？反共斗士，对，他们不在乎啊，这个是这个没有这个对他们说这个检察官很清楚的说我们不在乎，还有对对还有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郭文贵和他的律师一直也在庭审中，就是营造，就是说郭文贵是亿万富翁，根本不缺钱的形象，所以针对他诈骗的指控是无稽之谈。我不知道，就是说这是事实吗？就是郭文贵到美国之后缺钱吗？对，你应该只是分析他们说的，因为当然，郭文贵在美国，呃，表面上他肯定是非常有钱，他有一个飞机，还有这个的yacht，就是游艇，是不是？还有他有这个顶层顶层这个的这个豪华豪宅，还在豪宅啊。康州也有一个豪宅。对呀，对呀，所以还有，但是就是在美国，但是他大部分的钱，他大部分的财产都是在国外，在大陆啊，还有香港啊，他这些钱他不能，就是他没有什么 access，就是他不能他用没法用。这样的钱，他没法用这样的钱，所以而且在美国有很多就是他就是很多就是人起诉他说哦，有很多你 you owe us a lot of money，就是这样的，你欠我好多钱。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判断郭文贵肯定需要钱，他肯定需要钱，还有他发现他的这个追随者有钱，还有追随者他追随者给他很多钱，呀，对，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这个听众的提问啊，他哦说就是在郭文贵，其实这个也是我挺想问你的，因为我们那天在那儿待了一天，本来是说11点钟，Yeah，开庭是吧？后来就到了4点钟，等于说他才到了法庭，然对呀后我们才开始。就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和这些郭文贵的那里你也数了，你还中午的时候专门去一个一个去数了120多个人是吧？差不多都是郭文贵的支持者吧，可能对呀有一些是受害者。对，就是我们有听众他们就问，就说在郭文贵的核心支持者中，真正因为在中国受到政治打压，因此对郭文贵产生共鸣的人，更多。他就是问一个比例，是这些人更多，还是原本没有类似经历，而是出于投资、创业、身份认同或者其他原因加入的人更多？就是从你的采访和庭审接触来看，就是这些支持者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我不知道。这是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这些人不要愿意跟我们说对，我话。们那天想跟他们说话，他们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人我们一起采访，他是非常友好的人，他好像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一个是个正常的一 IT 个人的人，做 IT 的，IT 的人，对，就是有可能他可以作为你的邻居，
对嗯，，right，他人特别好，特别很友好特别啊。友好的人，还有他有一个他有他的儿子，就是九岁，对对九对。岁的一个儿子，他们早上3点钟起床，开车开了6个小时来纽对约，带着对他9岁的儿子在那待了一天，而且他儿子来了，为什么来呢？是因为他爸跟他说，想要去看自由女神像。对啊，对对对，对，最后估计也肯定是没有时间去看了，去坐船，看有可能可以。这么多小孩儿，就是在这个法好多庭里面，小孩儿，就对啊，我们在第4排坐的吧，第2排我数了一下，就我们坐的那个 bench，就是那嗯哼，个那个长椅，我们大人坐了8个人是吧？在嗯哼，那个第2排坐了12个人，其中有嗯哼，5个小孩儿，有对啊。2个小孩都是被抱着的，这么一直庭审的。对对对，所以这是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个人，因为我看这些追随者穿的这些专门的这些，因为这个公会有很多这个商业，就是一个是这个 G fashion，这是衣对对，服啊，他的时非常装。这个时装非常的贵，非嗯，常的贵。所以他们这一天就是很多人就是穿的就是这个特真的别的这个从头到脚都是。对呀，对呀，对呀，是嗯，黑色的，对，基本上都就是是黑色的哦。我个人感觉，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这个追随者的人，有可能他们的跟这些国王规的这个商业这个，还有就是他们的组织是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不愿意跟我们说话，这些普通的一个人。就是跟这个9岁的这个小孩儿，对对。他愿意跟我们说话，但是这样的穿的这个衣服啊，这样的人不愿意跟我们说啊。我个人觉得他们是对这个国文贵的这个商业权很密切的关系，有很密切的关系。你觉得我就是和不知道你钱是对对对我们没有办法证实是吧？因为对，他们不要跟我我也没有办法们说话。证实，我没有办法，这对对。是我个人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对，所嗯。以有可能有一个投资的问题，有这个的关系啊，呀，对对对。但是我个人不知道，这样对对。嗯嗯，这个我们可能比较差不多最后一个问题了哦。，OK，对。我来看一下哦。对，我们其实还没有谈到，就是他和班农的关系，就他呀。和班农的关系到底有多近呢？你觉得？后来他们俩关系还是挺好吗？一直到他入狱都关系挺好吗？Yeah，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这个特朗普给他这个怎么说这个 pardon 这个对，那你不要说了，我先来说一下吧。那你，yeah 既然要说到这儿，那我就直接说，就是yeah 纽约邮报啊，不是纽约时报 （New York Post）。对呀，2025年11月报道称，就是特朗普政府内部及相嗯哼关人士担心郭文贵可能对获得总统赦免，就是这个大赦。对就是他那个总统内部就有人试图阻止。这个报道还提到，就说批评者担心，如果量刑前豁免，可能会影响没收资产和为这个受害者追回款项。我们就想问，就说郭文贵有没有可能就像班农一样，最后特朗普总统会赦免他？就是你觉得郭文贵被特朗普这个川普总统赦免的这个，OK，特赦的这个可能性有多高？对对对，所以我在我的报道里面说这个可能性很少，几乎没有，很小，你是非对对。常微小，你是这么非写的，非为什么这常微么说？小的，对对，就是我就是一个记者，我不是一个这个 opinion writer 这个评论家，你不是一个评论的写对观点的。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我觉得现在郭文贵是破产的，嗯，他的律师就是这个法庭提供给他，因为他都没有。不是他要自己花钱对，雇的律师是吧？对对对对，因为他没有钱，还有巴农，巴农以前有一个合同跟这个国文贵
折了这个$100万，但是现在呢没有什么合同。这个巴农这是为什么也可以用它的影响，就是说特朗普应该就是赦免这个国文规，还有巴农现在的影响跟 Trump 的影响不像这些几年以前，比如说2020年，就是有这么密切的这些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特朗普这个 Trump 就是为什么他就是要就是赦免这个国文规？我觉得为什么就是没有很明显的原因，但是拒绝这个赦免的原因很明显的，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他要拒绝这个赦免，就是不要给这个郭文贵这个赦免？为什么？这是因为这是影响到这个中美关系，是不是？他刚刚就是去北京有跟这个习近平有这个首脑会，他这个而且今年还要见好几次。对，所以就是这个关系，这个首脑跟首脑的关系，这个总统跟总统的关系是比较好。如果他赦免郭文贵，那这个是肯定是受害这个中美关系。那当然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川普就是不像这个后悔，不像这个结果，就是他做什么的结果。当然跟这个不考虑后果。对，这个考虑这个后悔，他常常不考虑这个后悔，但是我觉得在川普的这个权的人，他们知道，如果你赦免这个国文规，肯定影响到中美关系呢。所以为什么？那有可能我完全错了，有可能只是川普明天只是赦免这个国文规，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在我的报道里就是写，就是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就是我的。因为就是如果从理性的这个考虑，从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是吧？还有川普他赦免了他有什么好处？这个方面来考虑，确实是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是吧？对，就是。好，还有什么就是关于郭文贵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我没有问到的呢？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已经说了1个多小时了，而且你已经在办公室里面都待了已经10几个小时。我看纽时的这个后面的灯都灭了，你都是最后一个在纽时最后一个人。对，没错。好，那就谢谢 Mike， 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